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些人过了50岁反而越来越亮眼，眼神里有光，走路轻快，而另一些人刚过50就整个人垮掉了，脸上身上全是岁月的重量，同样都是50岁，差距为什么这么大？我今天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不是基因，不是运气，而是他们做对了一件事儿，佛法早在1000年前就说透了。你听完今天的内容，可能真的会重新看待自己的后半生。说一个真实的人，台湾有位退休老师阿春阿姨，今年62岁，认识她的人都说她看起来不到50，皮肤好，走路轻快，笑起来眼睛里有光。我问她保养秘诀，她笑着说，我哪有什么保养，我只是放下了一件事儿。她说50岁之前她活在一团焦虑里，担心孩子，担心丈夫，担心退休后没价值。后来在寺庙听了一堂经，法师说了一句话，你执着的不是生活，而是你对生活的某一种想象，你执着的其实是那个想象本身。他说那句话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他心里锁了很久的门。他开始慢慢学着放下，一点一点放下那些他以为必须紧抓的东西，身体的疲惫感也跟着减少了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像鸡汤，但背后有真实的身心科学撑着。现代医学发现，让人加速衰老的不只是年龄，更可怕的是长期的慢性压力。慢性压力会让身体一直分泌肾上腺素，让你长期处在一种备战状态，免疫系统失调，细胞修复变慢，人自然老得快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压力的根源很多时候不是来自外面，而是你脑子里的思维模式。佛法管这个叫妄念，就是那些不停打转的念头，担心、后悔、计较、比较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，躺在床上身体很累，脑子却停不下来？昨天的会议，明天的麻烦，10年前的遗憾，翻来覆去一夜睡不好。佛法说这叫心猿意马，你的心像一只停不下来的猴子，这只猴子就是耗损你生命能量，让你快速老去的最大元凶。请你停下来想一想，你上一次真正活在当下是什么时候？不是放假睡懒觉，不是追剧那种麻木，而是真正清醒宁静的活在当下的那种状态。如果你想不起来，那今天的内容就是为你准备的佛法最核心的智慧之一，叫无常。很多人一听无常就觉得悲观，觉得失去、消逝、没意思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无常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解脱，是藏在苦难里的礼物。因为无常，你现在的痛苦不会永远持续，你现在的困境终究会过去。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人，不是运气好，而是真正理解了无常。他们不再用力抓住那些本来就会流走的东西，身体也就不再因为抗拒而消耗自己。再说一个案例，我认识一位做生意的伯伯，55岁那年公司倒闭，负债300多万，妻子也离开了。很多人都以为他会垮掉，但他没有。他每天早上5点去寺庙打坐，法师告诉他，失去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。一开始他觉得这话很残忍，后来慢慢想通了。他说，我以为那些都是我的，其实只是借用。这个念头让他放下了很多包袱。5年后他重新站起来，生意没有以前大，但整个人轻了。他说自己感觉比倒闭之前还年轻，因为身上的包袱少了一大半，心是轻的。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人，共同点就是学会了放，而不是一直抓，一直撑着。放掉那些让你持续内耗的念头，放掉那些让你身体紧绷的执着，放掉那些让你无法活在当下的担忧。我想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，你现在脑子里有没有一件事儿是你一直放不下来的？一段没有结局的感情，一个曾经伤过你的人，一个当年没敢做的选择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想到那件事儿，身体会不自觉的紧绷，胸口发闷，呼吸变浅？这不是心理作用，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，这个念头正在消耗你的生命能量。佛法里有一个修行叫观心，就是静下来看见自己的念头，而不是被念头带着跑。你不需要打坐几小时，不需要出家，不需要很强的意志力，每天给自己5到10分钟，什么都不做，就安静的坐着，看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，不要评判，不要赶它走，就只是看着它，像看着窗外飘过的云。这个练习看起来简单，但你只要坚持做，你会发现整个人的反应模式开始改变。以前一件小事能让你整天不开心，慢慢你会发现那个冲击变小了。以前睡前脑子停不下来，慢慢你会更容易进入平静放松的状态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在训练你的神经系统，
从备战模式切换到修复模式。当你的身体花更多时间在修复模式里，自愈能力就会增强，身体自然慢慢变好。想起一个老和尚的故事，有人问他修行多年最大的心得是什么？老和尚说，就是不跟自己的念头打架。那人问什么叫不跟念头打架？老和尚说，念头来了就让它来，走了就让它走，你不追也不赶，就像路边来来往往的车，你站在路边看着他们，你不是那辆车，你是那个站在路边清醒看着车辆来来往往的人，那个观察者才是真正的你。你就是那个观察者，不是被念头控制的人。当你从这个角度看自己，很多让你痛苦的事会慢慢松动，你不再用那么多力气去抓去抵抗，身体就轻了，气色就好了，能量流通了，人就亮了，看起来自然显年轻。这和你有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关系很小，它来自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。有没有办法在当下找到宁静？佛法里有一个词叫自在，自己活在自己的状态里，不被外在的风吹草动左右。心经说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不是宗教，这是一种身心状态，深刻观察自己，然后从苦难中解脱。我认识一位阿姨，58岁先生走了，她沉寂了1年多，整个人没了光芒。后来她开始学佛，不是烧香拜拜，是真的读经禅修，从里面找到支撑自己的力量。她读到《金刚经》一句话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整个人突然懂了。她说，我先生走了，我很痛苦，是因为我的心住在那份悲伤里，不愿意离开。佛法告诉她，心不应该永远住在一个地方，应该像水一样流动，悲伤之后要继续向前。之后她开始种花学画画，一个人旅行3年后，她的状态让所有人惊讶，眼神里有一种历练后的温柔，整个人反而更美了。当你长期处在压力、恐惧、愤怒或悲伤里，你的身体会有真实的生理反应，肩颈紧绷，胸口憋闷，肠胃不好，睡不好觉，这些都是情绪能量卡住了。哈佛大学研究发现，持续8周的正念练习可以显著降低大脑杏仁核的活跃程度。杏仁核就是负责恐惧和焦虑的区域，当它不再那么容易被触发，你的身体就不再频繁进入备战状态，自愈能力就被释放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开始禅修后，不仅心情变好，身体的老毛病也跟着改善了。50岁之后，身体确实有局限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不需要过度抗拒。如果你整天抱怨自己老了，不行了，这种负面暗示真的会加速老化。用佛法的眼光看，把身体的变化当成自然的流动，不抗拒也不执着，反而更有弹性。佛法说的中道，不是消极，不是什么都不在乎，而是既不过度执着，也不逃避现实的平衡点。你好好照顾身体，但不为几根白发焦虑；你认真过好每一天，但不为无法控制的未来恐惧；你投入地爱你所爱的人，但不为害怕失去而紧抓不放。这种中道的生活姿态，才是让人越活越从容的根本。风吹来，竹子可以弯得很低，看起来快倒了，但它不会断，因为它有弹性，它允许自己被吹动，但根是稳的。人也一样，那些50岁后越活越好的人，不是变得更坚硬，而是变得更柔软，更有弹性。他们允许自己悲伤，也允许自己快乐，让各种状态自然流过，但内心那个根始终是稳定的。佛法里的慈悲观，首先是对自己的慈悲，不再用苛刻的标准审判自己，不为几十年前的某个决定后悔，不为皱纹白发感到羞耻，而是用温柔的眼光看自己走过来的路。你走过了多少风雨才走到今天，每一步都不容易。别人感受到的就是那种从内在长出来的美，不是医美打出来的，是从觉知和从容里自然生长出来的。那些真正修行的人，脸上往往有一种特别的光，那是从里面透出来的清澈和从容。所以那件让人越活越年轻的事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学会放下评判，回到当下。这8个字就是核心答案。回到这个呼吸，这个时刻，这杯茶，这道阳光，让自己真正活在现在这一刻。佛法说，过去是记忆，未来是想象，真正的生命只发生在当下这一刻。但大多数人一生中有多少时间真正活在当下？不是在后悔昨天，就是在担忧明天。这种在过去未来之间来回摆荡，就是内耗，是消耗你生命能量最大的地方。
给你一个今天就可以开始的练习，非常简单。每天早上起来，在还没拿起手机之前，先安静做3分钟，就3分钟，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，吸气时感受空气进入身体，吐气时感受放松和释放。有念头出来不要赶它，就只是注意到它，然后轻轻把注意力带回到呼吸上。不用做到完美，不用达到什么境界，就只是做。每天做，表面微小，但它在训练你的心不再被念头自动带走。慢慢的，这种能力会渗透到日常生活里。你在争吵之前会有1秒的停顿，你有了选择的空间。美国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名实验，让70、80岁的老人住进模拟20年前的环境里1周，结果他们的身体指标真的变年轻了。你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跟着你的心理状态走的，心态决定生态。如果你一直告诉自己我老了不行了，身体就真的跟着走。50岁之后，很多人开始问我的余生要怎么过才有意义。佛法给的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，意义不是找来的，是活出来的，它只存在于当下每一个有觉知的行动里。你现在认真泡一壶茶，带着觉知慢慢喝下去，感受那个温度和香气，那就是有意义的。意义不在远方，就在你和当下之间那条细细的连接线上。越活越年轻的人，只是越来越擅长活在当下而已，这就是他们全部的秘密。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，如果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给自己3分钟的安静，会发生什么事儿？如果你真正相信50岁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一个全新版本的起点，你的生命会走向哪里？佛法说，此心本来清净，一切烦恼皆是妄念。你本来的面目是清澈的，是有光的。那些让你看起来老了、累了、暗淡了的，不是岁月本身，而是你这些年堆积的妄念和执着。放下它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但可以练习，可以一点一点做到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3分钟坐下来呼吸，看着你的念头，然后轻轻放下。不评判，不用完美，就只是每天给自己这3分钟，让心有机会休息一下。那个越活越年轻的你，不是靠外在打造出来的，是从你内在的清醒和自在里自然绽放出来的。我们下次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，欢迎订阅。